好，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呢，这是一个在排列组合当中一样是一个很经典的例题哦，是一个挂棋子的问题。他说呢，有形状大小相同的红棋一面、白棋两面、黑棋三面，全部挂在甲、乙、丙三个棋杆上。是求如果是任意挂哦，就是呢不限制这个棋杆上面的个数哦，也有可能是0个。那或者是说，我第二个规定每根棋杆上至少挂一面棋。那请问呢，这两种不同的情形有几种不同的挂法？那同学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说我们棋杆呢，它是有上下顺序的，所以呢，这个题目呢，这个棋杆的顺序呢，会跟我们的做法的挂法是有关的，不同的顺序会有不同的挂法，所以它的 order 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个，如果是任意挂的时候。好，同学，类似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的棋子先做一个这个直线排列啊，当然这是属于有相同物的排列哦，因为它毕竟有完全相同的白棋跟黑棋。好，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呢红棋，然后呢白棋，这都完全相同，黑棋。好，你先想办法让它排成一列。那排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呢要把它分别去把它分在甲、乙、丙三个棋杆上。那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想法呢，就是我们想象呢有2个完全相同的隔板哦。好，比如说呢这边有一个第一个隔板跟第二个隔板，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隔板插空隙的方式，把这一串棋子的顺序呢把它切成3个区域。那我们等一下呢只要探讨说到底是切在哪一块区域，那就是对应到哪一根棋杆上就可以了哦。好，比如说呢，如果呢我们这样子去分割，比如说像这样子显示这种情形的话，那代表说呢，我们甲这一根棋杆呢，它的顺序呢就是最上头呢先挂一个红棋。然后呢，第二个位置呢就是挂一个白棋哦，像这样。那对应到这个乙棋杆呢，它就是对应到白黑黑嘛，对，所以呢就是有一个白棋。然后呢，由上而下呢是白棋、黑棋，然后黑棋哦，像这样。好，那最后一根这个棋杆呢，丙棋杆，它只有一个黑棋哦，所以呢就像这样。好，所以同学你会发现呢，这个呢就会跟我们3个不同的棋杆对应上有顺序的棋子的一个方法呢，挂法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呢，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呢，我们把这1面红棋、2面白棋、3个黑棋，还有2个这个分隔板呢，去把它做有相同物的排列哦，就是变成8阶乘去除以这个红棋1面1阶乘嘛，然后呢白棋2面2阶乘，然后黑棋3面就是3阶乘，再去乘上呢我的隔板这2个也算是有相同物，再去乘上2阶乘，放在分母的位置。那这边算出来呢，算出来就是这个1680哦，1680，所以呢，总共有1680种的挂法就会跟我们的这个挂法一一对应哦。由我们2个间隔板去分出这串顺序的第一块区域和第2块区域和第3块区域，就会跟这个甲、乙、丙棋杆上面的顺序呢做一个一一对应哦。好，这个是其中一种想法。那同学这边呢，你也可以如果呢，你有学过旧课纲的重复组合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重复组合的想法去处理它。重复组合想法呢，就是呢，我们呢先想象说，我们这3块区域的棋子个数叫做 x、y、z 好了，那它是一个非负整数解，所以呢，我们先去看一下 x 加 y 加 z。等于6，总共有6面棋嘛。好，那这个只讨论它的数量那个的这个方法数呢，有几种？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 H36。好，这个 H36呢，它会先决定呢3根棋杆它的数量的形态，但是我实际上还没有把它的这个颜色呢把它放上去这个只是把数量把它确定而已。好，那如果你要把这个颜色呢也确定的话，那接着呢你就是去让这6个颜色的棋子呢去做有相同物的排列，6阶乘。去除以2阶乘3阶乘就是白棋2面，黑棋3面去把它做有相同物的排列，去计算它。那你会发现呢，我们一样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好，那前面呢，前面这 H36代表说，我到底呢，如果是单纯是讨论数量分在这3个棋的话，有几种挂法然后这个是 C86。好，那后面的这个6阶乘去除以3阶乘再除以2阶乘是等于60。那 C86 是多少？28嘛，28再乘上这个60呢，就是1680。那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呢，总共是1680种做的这个挂法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方法跟第2个方法都可以。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小题啊。第二个小题的话呢，是说，如果说现在呢，我把这个范围呢限制的更严格一点哦，每根旗杆上呢至少挂一面旗的话，那有几种不同的挂法呢？好，同学，那一样呢，我们可以先用第一种方法，就是呢，我们先去把这个旗子的直线排列哦，去把它排出来。好，那排出来的方法数呢，当然我们就知道是6阶乘去除以2阶乘，哦，再除以3阶乘。好，这边有60种。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红旗啊，2个白旗，还有3个黑旗呢，去做直线排列，算出来60种。好，那接下来我要放我的隔板哦，去把它切成3块区域，然后对应到甲、乙、丙3个旗杆上。好，但是呢，这边的隔板可以放的位置呢，你必须我们一样插空隙，但是你不可以排第一个位置，也不可以排最后一个位置哦，因为如果你排第一个位置隔板放在这边的话，会导致我第一块区域就是是没有旗子的旗杆哦，这就不行。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我们从这6面旗子当中所产生的1、2、3、4、5个间隔当中挑2个哦，把我们的这个隔板把它插进去啊，把它放进去。好，那首先呢，你挑间隔放的时候，你就可以保证隔板跟隔板之中呢，至少有一面旗哦，也是符合它那个每根旗杆上至少挂一面旗的这个提议。好，所以呢，第二个动作就是 C 5取3。那我们从5个间隔当中挑3个间隔放我们的隔板哦，好，所以后面是10哦。所以呢，像这个第二个小题哦，这个每个旗杆上至少挂一面旗的方法数，就有600种哦，就有600种哦，这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同样可以用重复组合，就是先决定这个旗杆上分布的数量哦，再搭配颜色去处理它。好，可是呢，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一样有3个区域哦 ，x、y、z 哦，原本是 x 加 y 加 z，x 加 y 加 z 要等于6，但是呢，因为呢，我要保证每个旗杆上都要有一面旗，所以呢，相当于是我们就先送3面旗呢，分别给这3个旗杆。所以呢，我们只要讨论剩下的3面旗呢，要怎么样放到这3个旗杆就可以。所以呢，这个前面你讨论组合数的时候，其实是 H33。好，那 H33 呢就是 C 5取3就是10好，那再去乘上呢，我们这个颜色的顺序的形态就可以了。那一样是6阶乘去除以2阶乘，再除以3阶乘跟刚刚的公式其实是一样的。好，所以呢，最后呢这边一样是去乘上这个60，然后前面是10所以一样是600种。好，不过呢这一题呢，因为现在新课纲已经没有教重复组合了，所以呢我们就算不用重复组合，我们用这种隔板的想法去把这个旗子的顺序呢，先切成3个区域，再一一对应到3个旗杆上去确定它的这个顺序呢，我们一样可以把它的不同的挂法数把它算出来这就是这一题的做法。If you like my video,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